中日外交磋商不欢而散，中国已经给了日本最后的一个机会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中恒 Talk。自从我国外交团队从慕尼黑回来后，中美之间的斗争开始彻底升级了。在我国先后2份文件，一个讨美檄文和一个全球安全秩序概念文件，也彻底预示着中国向西方殖民者的旧秩序宣战。在全面转入战略反攻的背景下，对于东亚的复杂地缘问题，中国还是决定给日本一个最后的机会。日前我国外交部官方网站的消息显示，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抵达日本东京，并与日本外务省外务审议官山田重夫举行了磋商，双方就中日关系和国际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。我们光是看外交部的一些外交辞令就能感觉出来，我们去日本的这一趟行程并不顺利。坦诚深入交换意见，换句话来说，那就是双方可能吵得很厉害，谁也没有说服谁，而且双方表达的立场和意见都没有达成共识。坦率地说单看日本这边派出的人员和职务，就多少可以猜到，日本现在不愿意和中国谈任何缓和关系的问题，也不愿意主动降温地缘冲突。我们这边派出的人员是外交部的副部长，而日本呢，外务审议官。可能有人不太了解这个职务，我们大致说一下。日本的外务省可以理解为类似我们的外交部，设置上有1名外务大臣，也就是现在的林芳正，然后呢是2名外务副大臣，接着是3名大臣政府官，再下面才是外务事务次官这一级，这一级下面才下设2名外务审议官。单纯看这个职务等级对比，你就多少清楚东京当局心思的龌龊了。你说日本人知不知道我们这次去是为了什么呢？我猜他们可能是知道的。不论是新闻性质的美国霸权报告，还是全球安全倡议概念书，都充满了中国式的替天行道，是尝试解决掉当前对全球稳定最大威胁的西方旧秩序、旧规则。而日本属于中华文化圈，西方人对我们发表的文件有可能看得一知半解，但日本人肯定是能看懂和体会到的。可是很明显日本选择拒绝了中国给他的最后一个机会，依旧固执地选择了跟随美国。直白地说这多少是预料之中的。很明确的一点是，日本极右翼余孽这些年在美国的怂恿下，开始全力复苏军国主义。日本这些年要么是协助美国对华遏制战略，谋求美国放松束缚日本的战败国枷锁，要么就是刺激中美矛盾进一步升级，尝试在中美动手的情况下，他要浑水摸鱼。当前的局面对中国是大变局，对日本来说同样如此。而赌国运是日本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，而且经美国这么多年的打压和渗透，日本早已经沦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，国内政治亲美很难改变。但有一点恐怕是日本极右翼余孽没有想过的，跑得了和尚他跑不了庙。日本就这么大点的地方，难道还要抱着2战后期让日本人1亿玉碎的疯狂吗？一旦他赌输了，下场可就不好看了。中国现在摆明了是要正面和美国争天下，既然撕破了脸，不可能没有考虑过美国在东亚地区用日韩设置的包围圈。而日本拒绝了中国最后给他的仁慈，将来若再次面临毁灭，就无谓言之不预了。好，各位网友，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留言发表看法，我们下期再见。